大家好！很快的新的一年又来到了，我们这样年年做红包袋也做了好几年了，今年来到了蛇年。那蛇呢，去年其实在做龙年红包袋的时候就有点难产，那时候就想说，龙年好不容易做出来之后，想说完蛋了，蛇年该怎么办？因为蛇就一条细细长长的，它也没手也没脚，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这种形状的变化。那时候就觉得哇，那我要是做一条长长的，第一我钱塞不进去，第二也不好看，好像一根棍子，擀面棍嘛还是什么的。然后如果要把它卷成一卷呢，又好像吉普赛，有没有？吉普赛就那个变吉普赛啊，然后就又觉得看起来像一坨屎也不对。那如果要做弯弯曲曲的呢？第一，你布料翻不过来啊；第二就是这个就是钱也放不进去啊。后来我想了，突然让我突发奇想，就想到了现在我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一款红包袋。这款红包袋呢，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它有一点这种时装的概念，那种概念哦。它的名字蛮妙的，有8个字哦。好，来仔细听好，我想了很久，因为这个名字要符合我设计的这个理念哈，然后又要有这个红包袋的这个意义。好，它的名字就叫蛇转乾坤，福寿双灵。好，什么意思呢？你有看到这是2条蛇，因为它2条花样是不一样的。那这2条蛇呢，它就像这样子的，你有没有看到旋转在一起了？它转在一起呢，是这种一个圆的循环啊。那在我们这种圆的循环呢，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那一福一寿，然后在我们这个运这样子把它转过来，这种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种比较好的运势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回转。那双蛇呢，代表的是一福一寿。好，那当然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意喻是挺好的。然后呢，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呢，因为是双蛇，所以它的颜色就会两条蛇的颜色就是不一样哈。然后呢，加上铃铛跟这个缎带呢，感觉很有喜气。那它的这个蛇信呢，我也是用了一金一红的这个蛇信。好，那我们这个打开的话，就是它的蛇的头呢，我的舌头啊，就是它的带盖。好，所以呢，像我们这样一转的时候，福运全部财运，好，全部都进来了。然后把我们的钱放进去之后呢，再把这个蛇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钱，好，就又可以盖起来了。所以呢，对这个设计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还蛮得意的。那它每一组，因为这个另外一个呢，我等一下要示范的是用另外一个，就是要示范一个给大家看。每一组材料包里面呢，你可以做出2个的话，你可以做出 A、B 版，就是你看这个是前面的这一条蛇，这个是后面的这一条蛇，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好，所以呢，它翻过来的话，双面会不一样。那当然，你也可以做都一样的布，当然你也可以做2个都是比如说你要粉红色在前面，你也可以2个都做粉红色在前面，随便你。那我自己是喜欢这种 A、B 版这种搭配的感觉，所以这是粉紫跟这个粉红色的搭配。那这是紫色系，那紫色系呢是2个颜色的紫色呢去把它搭配在一起，所以我会觉得蛮特别的哦。那基本上我觉得它为什么说有这种服装的那种概念，感觉是不是有点像Chanel那种双栖的那种感觉，自己想的啦。所以这种感觉就是我还蛮喜欢的。那2个红包袋呢，我是搭配了1银1金的这个一金一红的这个缎带，好，那让它有点区别。比如说你红包要给人，有哥哥姐姐，你可能钱如果包的不太一样的话，你也可以用这样子去区分说这个红包是谁的。那这个是紫色系的，那还有粉色系的，就是比较嫩一点。那它虽然差别不大，但是看起来是很协调的，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然后又有这种异中求同，同中求异的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一整组，那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好，那还有一个流线樱花呢，还有一个红色系的搭配的就是樱花所以正反面就都不太一样。然后打开的话就是都可以装钱，所以我们现在当然啦，要装钱就要把钱拿出来装装看啊，不然你做了一个红包袋，钱装不进去，不是很糗吗？对不对？好，所以呢，像我们这样子，好，把我们的这个
福寿双蛇的头打开之后呢，就把钱一般如果我们包个1600、2000的然后就可以这样平平的，你钱也不用折，因为有些人是说红包的钱他不喜欢折，或有些人他不喜欢折钞票，虽然我不懂他为什么啦，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他是不喜欢把钞票折起来的，可能觉得钱的价值会对折嘛，还是怎样？就像这样，我们可以平平的放进去，然后再用我们的这个福寿双灵的这个蛇的头呢，把它好好的保护起来，这样你的红包呢，既不用扣子，也不用拉链，就可以好好的保护在里面，根本钱都不会掉，对不对？那你会觉得说，哇，看它好像很细长的感觉，因为我们做的这个细长的感觉，是因为它是蛇嘛，蛇就是本身就是比较细长的这种概念，对不对？所以呢，你会不会觉得说它是不是放不了多少钱？其实不会哦，它可以放蛮多钱。我现在放了1600，对不对？那我再加上个5000块，让它变成66大顺，然后一起把它放进来。好，这里有6600，我们一起把它放进来，它是可以放蛮多的哦。你看起来剪得蛮没有问题的哦，有没有？收纳起来还是很漂亮，有没有？像这样，然后再把它钱保护起来，把它钱转进来我们家，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蛇年的红包袋。那就是每一个材料包里面可以做2只。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来教这个红包袋了。那你们觉得棒不棒？棒的话留言鼓励我一下。这个真的是蛇年，真的有一点难倒我。好，我们今天呢，这个现在要教的呢，当然就是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的花色哈。这个是金色樱花加上这个梅花加上樱花的这个图案，我就觉得就是感觉很喜气。好，那这个是金色的这个蛇当前面，对不对？所以等一下呢，这个金色樱花的布我会变成在后面。那我们裁布的时候，你要注意到，我们拿到版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每一个正面都会有一片一片的，会告诉你需要什么布料。那你在做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每一片剪完之后，你会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拼接，对不对？看了之后有点傻眼，毕竟没有做过像这样子的袋子嘛。我相信是没做过，因为这个是我完全是我设计，完全是我发想的。好，那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同花色的跟同花色放一起。好，然后呢，2个这样子交叠过来就是一个红包袋，这样会不会很难？不会吧？所以就是同花色跟同花色放在一起，这样你就会知道说你的这个袋子做出来是哪一个颜色的花样在前面，哪一个颜色的花样在后面。那它的里部呢跟表部完全长得不一样啊，长得是像刚刚欧希记2块，好像这样子。中间这里有一个凹洞哈，所以这个为什么？因为下面是弧度的关系。那等一下，当然就是会车给大家看咯。好，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车。为什么我这个前面会介绍比较长？是因为这个版型可能大家不熟悉，你一拿到的时候可能会不知道从何车起。那我就当然就是要介绍的详细一点。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这个蛇的这个蛇性给做出来。好，我们蛇的蛇性呢是凸出来，那因为这个缎带没有很宽，所以呢，我们先打一个结。好，等一下把这个结车在里面呢，你的舌头才不会一下子蛇的舌头才不会一下子就跑出来了。好，留长一点没关系。金色的也是一样。好，先打一个结。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先把它。那如果你有那个打火机的话，你也可以先把它烤一下，好，让它不会一直虚边。好，我们先打2个这个蛇性的这个缎带，先把它预备好，放到旁边去。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这个布料，这4片布料。好，首先呢，我们把这个比较短的布料先拿起，这个最短的布料拿起来，还有一个最长的布料也拿起来。这2块我们要先拿起来，先放旁边。要拿的是现在要车的是这2块。好，这2块要怎么车呢？就是你想一想，他们2个是这样交叠的，所以呢，把它上面有一个那个纸型上面有一个叫做缝指点，把它对好，好，把它对好。等一下我们要这样车，再看一次哦。2只蛇先面对面，然后之后你把它翻到背面来对到它的下方，之后我们就要车这一段，好。
好，我们那你在剪布的时候呢，这个头这里会有点靠近，没关系，你直接把布料这样剪过去，这里的缝缝可能会不到1公分也没关系，因为之后我们缝缝都还会修小一点。好，缝指点对好缝指点之后，我们从这个点开始车过来。好，车完之后这里打牙口，这个地方我们要剪牙口，剪斜斜的，剪一个斜斜的牙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把它这样翻过来，有没有看到蛇就已经翻过来了，对不对？好，然后呢，把这个地方翻开来之后，把刚刚这个比较短的这个接到这里来。那这个尖尖的这个点呢，就要对准刚刚的缝指点，好，然后把它车过来。尖尖的这个点哦，哈，这个尖尖的这个点，然后把它对准刚刚的那个缝指点。好，这样子之后呢，有没有看到这2个蛇呢？它就可以再看一次哦。它这样转过来的时候，这2个就可以一起车在一起了，有没有看到？好，然后呢，翻到正面来，我们把这个缝缝就让它往下，没有关系哈。然后呢，我们把蛇的这个蛇信呢，先固定在这里。好，为什么要先固定呢？因为如果你先把它固定好的话呢，你等一下才不会，第一不会忘记，第二它不会放的歪歪的。我们就把这个蛇的前面先固定好，它的舌头啊，先把它固定好。好，那记得你打一个结哈，它才不会一直虚边哈，才不会说久了之后它脱落还是什么。因为缎带这种它没有很宽的时候哈，有时候就是比较容易脱落。我们就把舌头先固定好，固定好之后呢，我们再来车这个到这边为止哈，从这边这个起源开始车一圈到这里。好，来车吧。记得前后都要回针哦。那这里要旋转哈，我们这个蛇一定会有弧度，因为蛇本身就是弯弯曲曲的东西，所以你做这一咖红包袋的时候呢，一定会车到弧度。那基本上其实你只要知道怎么车就没有很难了。我是说这个红包袋，所以你要手缝其实也 OK。好，我们就跟着这个弧度这样车。回针，车完之后呢，我们就来把弧度的地方剪牙口，好，然后把多余的缝缝都剪掉，然后弧度的地方我们就要剪牙口。像这个弯度呢，它因为蛮弯的，我们的弧度呢就要剪密一点，等一下你翻到正面的时候，它才不会有那个脖子那边还会有皱纹，有没有？那么千年老蛇。那其实这里也有一点点凹下去的弧度，我们也可以趁现在剪个2下，这个不剪还好啊，但是这里就一定要剪。接下来拿出我们的这个锯齿剪刀。说到锯齿剪刀，我终于记得把我之前说我们公司有在卖的这支锯齿剪刀我拿回来了啊，要不然每次有专门说我们有卖一支锯齿剪刀很好剪，然后都一直没有亮相啊。我终于记得拿回来，你看隔了这么久，记得今天我卖弧度的地方直接剪把牙口，如果你没有锯齿剪刀，你就剪牙口啦。好，让那个缝缝缩小一点。好，像这样子，这支比较便宜，比我之前用那支便宜大概1半的价格，但是一样好剪。好，我之前用那支可乐牌的，一支要1000多块，真的有点太贵了，我觉得，所以我后来都自己去进货，就发现这支也很好剪，所以我就后来就卖这支。好，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剪完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蛇。还没有，我们要先来干嘛？先来把那个红包袋，好，可以放钱进去的这个红包，放钱进去的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缺口呢，我们要先把它车起来。好，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里布拿出来，跟怎样呢？跟它对在一起，跟它对在一起，有没有看到？这个弧度会差不多刚好，好长度也差不多刚好。对在一起之后，我们要车一个细细长长的口字形，好，那记得要回针哦。那如果你这个口字形这个边边呢，可以用
用手转，啊，也不一定要车太小，好，啊，你也不要车太大又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你的能力范围内把它车的不要太过于粗糙，所以到这个边边我都会用手转一下，好，就车一个这样子的口字形，像这样。接下来我们就要从中间把它开口剪开。那虽然它很细哈，这个高度没有很高，但是你这个边边还是一样要剪那个 Y 字形哦，剪像这样，画给你们看，剪像这样 Y 字形，这里要剪一个 Y 字形，好，就是细细长长的 Y 字形，哎，这也蛮像蛇的舌头哎，好，要剪一个 Y 字形，最主要是这个角胶才会好看，好，那个边边的角胶才会好看。那如果你觉得这么小不好车，你可以车大一点点了，这个开口就会变大一点点，这样车个 0.5 哦也可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一块里布呢从这个中间塞过来，翻到正面，把它翻过来，然后你从正面你就会看不到里布了。之后呢，再从四周压线。那这时候你可以去熨烫一下，会比较好压。那如果你跟我一样不太想要离开这里，想要直接压线呢，你就要把它掰开，哦，把它这个口打开之后再来做压线。那如果你有你的熨斗，如果正好在你的后面，哦，或是说你很勤劳，怕车不好，那还是你一次车个2、3个一起烫都可以。就是把它这个四周呢。这个缝缝打开，然后把它拉开一点之后，把这个开口给车好。我真的觉得一年一年在过，真的蛮快的。就我们红包袋是从哪一年开始做啊？好像是从猪年好，真的。太可怕了！一下过了好几年。好像这样子呢，我们的开口车完了。那如果你有熨烫过，会更漂亮。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刚刚的这个头呢翻到正面去。好，那你现在会觉得它不是很好翻。第一就是你要把这个感觉不是很好翻，但是其实没有。你要把这个头左右把它拉开，像这样子拉开。拉开之后，把这个嘴巴它的这个舌性这边往内塞。像这样往内塞之后呢，拿出我们的万能小竹块，然后呢就把它，我是一边会顶着自己，然后两手，好，然后就这样慢慢的两手慢慢的，哎，你们这样有看到吗？因为我一边顶着自己，然后就慢慢的过去。那你也不用一直吐到最前面去哦，不用，因为呢，你只要吐到一直往前戳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你这里打开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蛇的头。好，这个蛇的头，你有没有看到金色的缎带？这是它的蛇头。你不要拉那个蛇头啊，你要拉它这块布，把它拉出来，那蛇的头就跑出来了。然后我们再帮它整形一下，帮它把它的腮帮子给拉出来，啊，帮它把它的舌性呢给调整好。这样呢。第一个蛇的头呢就已经完成了，会不会很难？应该还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后片结合了，对不对？好，后片要结合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第一要先把旁边这里哦，好，你有没有看到？刚刚我们车的这个蛇的边边的旁边这里，我们要剪一个牙口，让它的缝缝呢跑出去外面。上下都要剪，好，让它的舌头不是让它缝缝的，让它舌头什么缝缝呢跑出来外面这里，好，这样我们才有缝缝可以车。然后把这一块呢叠过来，叠来这里。那你也可以先把这个舌头的部分呢，我们先把它怎么样？先把它固定起来。好，我们可以先固定起来。让他知道蛇的这个蛇性的部分在哪里，我们先固定起来。好，这样等一下才不会忘记哈。然后呢，把这一片跟这一片叠在一起，
之后呢，你从这一面车，为什么不要从这一面车呢？因为你从这一面车，你会不小心车到里部。好，所以我们要从这一面开始车哦。好，然后把它对好，对齐好之后，就可以沿着这个周围车一圈。好，我们就沿着这个周围车一圈。那你在车的时候要小心，你不要车到下面的这个蛇的布料。那我们要怎么小心呢？来，车给你们看哦。首先，就随便一个地方起针，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感觉，哎呦，我好像快要车到这只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把它折过来，折这样你就不会车到它了，是不是很简单？就是不要车到它就好。那你如果说，我不用折也不会车到，那你就不要折，好不好？好，那我就怕我会车到，所以我会折一下，然后慢慢的这个弧度呢，慢慢的车过来。今天就是那个拍这个影片，其实我很早就设计完，所以我这个影片是比大家想象中再早一点点的时候拍的，所以我是要说什么？我是要说现在外面在下雨，好好笑。好，来继续把这个弧度车起来。然后这个弧度我们就慢慢的旋转。那我觉得这个跟着它的轮廓是很重要的哈，因为你蛇要有蛇的样子，你不要一坨圆圆的，刚才给腾起，你看怎样？蛇，我画这个轮廓的时候，我是去看这个蛇的这个照片。好，车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再给它回针一下哈，才不会说那个蛇性很快脱落。好，我们就是说。我去看了很多蛇的照片，去研究它这个头它不是纯圆，也不是纯三角，它是有一点这种比较，因为你如果画得太圆的话，它真的很像一把汤匙所以就是大家沿着轮廓慢慢车，不要操之过急。好，那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怕车到这个蛇的头，我们把它折过来。那现在到这边的时候，你也是很怕车到蛇的头，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再把它折回去。好，让它不会被车到。好，然后就这样慢慢车一圈，因为这个没有很难啦。你看，我就慢慢车给你们看，然后就转过来。好，车到刚刚的这个地方回针。回针之后，我们的边缘就车完了。边缘车完之后，你先不要急着车里部哦，我们先把这个蛇的头的这里一样，把缝缝剪掉。所以我在剪布的时候，我这里不会剪得很贴啊，因为有时候你两边对起来不会很刚好。像我这次对起来还蛮刚好的，有时候对起来不会很刚好，因为布就随便在车的时候，你就不小心就会对不好。所以呢，你可以留缝缝留多一点，然后之后我们再把它剪掉就好。那记得弧度的地方要干嘛？剪牙口，对不对？好，那我刚刚说了，弧度很弯，所以我们牙口就要剪密一点。那这支剪刀我们就真的好，本来以为卖完了，后来我发现我们同事拿到那个西门店去，所以我又把它重新上架2支，好像卖完就要等日本那边进货。但是我不知道这2天有没有人买掉，真的蛮好剪的。好，我们把缝缝都剪掉，该剪牙口的地方也剪牙口，好，这地方一定要记得剪牙口，都要剪。然后呢，我们先来把这里往前塞进去，好，就先把它正面翻到一半。为什么呢？因为等你把里部呢都车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不太好翻，因为这个开口这边也会被封闭住。等一下如果我们把里部车起来之后呢，开口会被封闭住，所以呢你要翻这个头比较不好翻，所以我们现在先翻一点点。什么叫做先翻一点点呢？首先我们再把这个头的这个2侧打开。好，那我刚刚要说的是，万一你一下子哎呦怎么一直在那边打不开，很像有时候那个垃圾袋有时候两边吸在一起打不开，你可以先拿小竹块先穿进去蛇的这个头部中央，然后呢把它左右拉，好，就在里面这样摇一下哈，然后呢它的这2片布就会打开，有没有看到？打开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中间再往内塞，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再把它往内塞。那我刚刚说我们只要翻部分就好，你不要现在就把它翻到正面来哦。好，我们把它翻到让它头到这个位置，等一下你就会很好翻。好，相信我，因为我已经做样本做那么多支，我发现说这样子的话是最好做的。那我现在是把筷子一边顶在我的身体上，然后就这样慢慢的往前搓，好，这样会比较好搓，比较省力。好，我们大概就是让它有这样过去一点，让它头有过去一点，到这里你稍微摸得到了，好，我们就可以停下来，把筷子拿走开。然后呢，我的线掉了，好讨厌，我还穿个线哦。好，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线穿完了，好，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车这个里部。那车里部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对过来，把中央线上面的中央线先剪个小牙口。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从这边开始车来这里之后，这一段留一个反口，再把这里车起来。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翻来这边车的时候，因为这个布它会有一点拉过来的感觉，所以如果我们中间有剪牙口呢，比较不会让它这个中央心偏掉。好，然后呢，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车到这里，当然是有一个弧度，跟着弧度跑。跟着弧度跑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不太好车，没关系，车到这里的时候再把它翻开，有没有看到？我们好像有点在夹缝中求生存，但是其实也不至于那么难车，只要过了这个坎就过了。好，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翻开来，这一段留反口，再从这里车。我这一个讲超慢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得到一个，因为蛇在我们这种一般的既定印象里面，是不是那么讨喜的那个动物哈？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设计的比较可爱，让大家会比较想做，然后感觉就是做起来很有设计感。好，我们再把弧度的地方呢全部剪牙口，所以你看这只真的是秀个喝嘎，真的只要那个可乐牌的一半价。虽然我自己可乐牌的用具也卖很多，但是那支剪刀真的是太贵了，害我都不敢进货。好，然后呢，这个弧度的地方我们也把它剪牙口，这样等一下翻到正面的时候呢，就不会有太多层哈。像这样剪牙口，好，把这个多余的缝份呢都剪掉。接下来呢，我们要怎么翻到正面呢？就从这个反口的地方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摸到刚刚我们开的那个细细长长的那个口。之后把手从中间穿进去之后，把手穿进去，从这个底端的地方，从这个红包袋的底端然后把它往内推，然后就从这边长出来。因为蛇的这个本身就是细细长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你们自己认真推一下哈。然后推到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先把筷子先拿来怎么样，给吐那个边缘嘛，因为它比较长嘛，我们先把边缘吐好。然后接下来呢，你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头先塞了一半，我们接下来要翻这个头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很快就可以看到。你有没有看到红色的缎带？这个就是蛇的头。你不要拉缎带，要拉那块布，把头翻出来。有没有看到？蛇信。我现在讲的很慢，不代表它很难啊。它其实真的，说坦白，想设计比较难，画版型比较难。这一个的制作方法难度就不是很高。好，这样子翻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说，这块布我们要怎么样把反口合起来，把反口先车起来，所以呢，把它拉平、拉直、拉好，然后把反口车起来。
好，来把它车完之后就大功告成。然后呢，再把这个里带呢塞到里面去。好，那因为很长，我们的手放不进去啦，所以我们就是万能小竹筷再拿出来给它搓一搓。好，然后上面呢这个地方把它整平。好，把这个边缘呢都整理好整平，这样就完成了这个袋子。好，把它弄平。好，你可以看看哦，我们的这个蛇的这个，刚这里不小心戳到了，好好笑。好，这样子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前面上面的这个福寿双蛇呢，两边它就可以缠在一起，好，蛇转乾坤，然后两边呢，这个蛇的这个头就完成了。那最后我们就当然就是加上缎带。那加上缎带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先把这个折线先用熨斗把它固定好。固定好之后，我们就要来把这个缎带加上去。那怎样要打一个这个漂亮的这个蝴蝶结呢？好，那我们就是把缎带先拿在手上，来打给你们看哦。首先呢，我们先掐住一个圆，哈，掐住一个圈，上面这个圈跟这个后面这一条呢是垂直的，哈，垂直这一点很重要哦，哈，垂直之后。再穿过来这边，它就可以比较平整，这个蝴蝶结就可以比较平整。好，把它整理好就好了，然后再把它剪掉。有打火机的呢，你就这个尾巴呢，给它这个蝴蝶结的尾巴呢，给它烤一下，让它不会虚边。然后这样子之后放在正中央，你要先转好之后再到正中央哦，哈，再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袋子的正中央。所以呢，你要先烫好，为什么呢？因为假如正中央在这里，你只要头稍微再过来一点，它正中央就又不一样了。所以你要先把它烫好，好，先烫好说，哎，你要的这个转的这个距离在哪里？我们再把蝴蝶结放上来，放上来之后捏住，然后直接把它车固定。好，像这样车固定之后呢，我们再把铃铛给它缝上去。好，再把铃铛给它缝上去。我们来用个什么色的铃铛嘞？因为我们颜色是随机的啦。那为了要让大家明显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来缝个金色的好了，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那铃铛的起针呢，你就可以在蝴蝶结的下方，好，然后就直接缝在这个边缘上。我就觉得过年啊，叮叮咚咚就觉得很有趣，很有过年的这个气氛，有没有？好，过年就是要让它很老累的感觉。尤其像我们台南常常有庙会哦，三不五时就在那叮叮咚咚、乒乒乓乓。还蛮热闹的啦，说实在，以前还会放鞭炮，放到这不是款，有没有？伸手不见五指啊！现在有规范了，就没那么夸张了。但是我觉得台南人对庙会的容忍度还蛮大的，就是虽然有时候交通会变得比较混乱了，但是这就是一个特色吧。我们是从小看到大，都真的还蛮习惯的。好，打完结之后，我们就可以把线剪掉。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红包袋。好，蛇年的红包袋是不是很漂亮？对不对？刚刚说的蛇转乾坤，福寿双领，打开之后就可以放钱。哎，我刚刚那个放的钱在哪里？好，那你把它烫一烫之后，它就会跟这个一样漂亮。好，钱就可以放进来，有没有？对不对？是不是很赞？哎，这其实没烫的时候也算是很美。那它就是跟这个一组的啊，这个我也是缝金色铃铛，怪不得我刚刚本来想要缝橘色。你可以，因为我们到时候铃铛会附2个不一样的颜色给你们。好，当然是铃铛是随机的，没有办法让你挑。但是如果你有自己特定喜欢的颜色，你就自己去买，好不好？然后就像这样子，好，一正 AB 版的这个双蛇，好，所以它后面这条蛇
在这里，好，然后像这样子转起来，有没有看到？是不是很特别啊？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哦对，蛇的前面呢，我们的这个舌头舌性的部分，我们就给它剪一个那个尖尖的，让它感觉有在吐信，有没有？那当然，你有打火机就是给它烤一下最好，它才不会一直虚边哦。久了一定会哦。你不要跟我说那个怎么会虚边啊？因为缎带的东西你不烤的话，它一定会一直虚边的。有时候烤了你没有烤的很刚好，它也是会一直虚。所以你也可以用那个保丽龙胶稍微那个勾一下，那也蛮也晒啊。所以呢，你看这样子很喜气，然后是这种双舌献瑞。本来我女儿是说，妈妈你可以跟她讲叫做双舌迎新春，这样也是很可以。但是呢，因为我要配合我设计的这个概念，就是旋转过来的这个开口是比较少见的。然后就是舌转乾坤，然后因为有双舌是2条舌，双舌献瑞，所以它是福寿双灵。所以希望大家也喜欢今年的这个蛇年的红包袋，可以鼓励我一下吧。因为我觉得我想这个想的有点，就觉得其实一开始都想不出来，那想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还蛮得意的，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然后就是有很多种颜色的这个组合变化，然后就会看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喜欢的人赶快等我们开卖材料包的时候，你就可以赶快来做一个这个属于你喜欢的这种比较特别造型的这个蛇年的红包袋，相信会很受朋友的欢迎。好啦，就这样咯，恭喜发财，蛇年快乐，拜拜。